娘，啊，您这都受风寒了，您还在这院里坐着？哎，娘没事儿。您没生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娘等你呢，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，这不，媒婆都来家了，想看看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回来啦！嘿，少华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呀，你这妹妹啊，果然长得漂亮。这个曾老爷呀，年纪也不大，今年刚53。哟，那确实不大哈，只比我大30岁。对呀，身子也健壮，大夫都说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。那还真是难得。而且我跟你说哈，他家里有300亩药田，那挺殷实的。可不殷实吗？而且他出手大方呀，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。30个大洋啊！更难得的是，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，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。2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，你一过门，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。可是我这丈夫啊，才死没多久，我这马上另嫁的，这让旁人听了，该怎么说我呀？就是啊，韶华，就算要改嫁的话，你得再过几年吧。哎呀，妹，你要再过几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！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，难了。再说了，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。我说大侄女儿，就算是你能等，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。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，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大侄女儿，你想什么时候见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行。行。方大娘，哎，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。你先出去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，有事叫我啊。哎啊，曾老爷，您对我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，太值了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啊，好。曾老爷，您看哈，我这一再嫁的寡妇，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，真是让我感动。别光感动啊，赶紧把事儿办了呀。我一看呀，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。我是大好人，我的好多着呢。成亲以后啊，你就发现了啊，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，那我就不能害您了。这有些事儿啊，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。你说，这小的时候哈，人家给我算过一命，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，在家克父，出嫁克夫。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。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，让我不得不信了。我7岁的时候，爷爷就过世了；14岁，爹死了；出嫁以后，到了陈家，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。真的？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？看来你这命挺硬啊，我也无福消受。曾老爷，实不相瞒哈，我这辈子啊，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，但是呢，这今天遇到了您，您看您人又好，
这家境又殷实的我，别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曾老爷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哎，我可不想害您啊，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咱俩虽然没有缘分，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。嗯，你还有个表姐啊？这怎么样？我那表姐呀，年龄跟我相仿，相貌上比我呢，只能有上没有下的。关键是，她这人呀，长了一脸的福相。这算命的说她啊，旺夫又旺子，命中注定有俩儿子。能生俩儿子啊？您要是不信啊，您可以去我们府家看看。您要是能看中的话，这聘礼呀，只收您20个大洋。才要20个大洋？这钱多钱少的嘛，就是个意思。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，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。那曾老爷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？今天是初1、初2、初3、初4，初4我去你们家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过曾老爷，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，尤其是不能让那方大娘知道了。这又是为啥呀？您有所不知，这方大娘啊，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，可我表姐不太情愿，这两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。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，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。绝口不提。初4，对，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妹，那我可给你贺喜啦。少华，你是真的愿意啊？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。哎呀，大得多才疼人，懂什么？小子，大哥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，等初4那天看吧。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，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。大嫂，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。为啥？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？啊，是30个呀。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。啊？60啊？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。他居然扣我30个大洋啊！他，所以说呀，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。我要再跟他说半句话，我都不姓周。还有啊，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，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，肯定作梗。对，妹，还是你考虑周到，不说。等初4那天呢，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。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，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，好酒好肉备着，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。哎，放心，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，人还大方。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，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，就凭我的本事，定能让他服服帖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妹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我说你至于吗？啊？什么至于吗？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。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，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。来，换上。哎，换上呀！不换。你刘燕儿，曾老爷来了，快点儿！这么早就来了？娘，曾老爷，哎，曾老爷好哎，你好，周燕吧？呀。你知道我？那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。不，
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，有你在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曾老爷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哎，曾老爷，屋里坐吧。请请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得，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娘，烧水。曾老爷，我家妹妹提到您，真是赞不绝口。对这门亲事呢，也是特别的满意。曾老爷，您满意吗？我当然满意呀。哎呦，您满意就好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妹妹说的时候，我还怀疑呢。今天这一看，果然旺夫已死啊！曾老爷，您可真会说话。哎，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？这么快？好事儿嘛，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。你比我还急。你不急呀？人生的3大喜事儿，洞房花烛夜。怎么着？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？曾老爷，你可真有意思。不洞房花烛夜，怎么生儿子呢？对，生俩儿子。说好了，曾老爷，明年生儿子。明年？就这身材，等不到明年。你干什么？嘿嘿嘿，咱都洞房花烛夜了，有什么害羞的样儿，是吧？这个老东西，看这笔要这么拿，看树，那给我真给我认上，那个树啊，就说那个媒婆啊，那脑子有问题呀。人家男人好好的，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儿，那老头儿还上门提亲呢。啊，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，可不吗？还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，哎呀，真丢人！哎，娘哪个村子的事儿？楚少华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还敢算计我？楚少华，我这儿跟你没完！啊，我还跟你没完呢！你敢打我？我是你嫂子！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，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，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，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。我那是为你好。哼，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周燕儿，我警告你，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行，楚少华，我也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和邵忠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没你这门亲。干嘛？给我滚！别跟我得意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嫂子，你干嘛打他呀？娘刚才说的那事儿，那媳妇儿就是他啊。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，我呢只想带着轩轩好好的过日子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他却编排我，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，还想从中捞上一笔。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？他要这么算计我，我也不可能客气。就是，你早说呀，老大家的！那刚才他进来，我就给他俩耳刮子，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。就是，活该。不是老大家的，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？娘，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，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。老大家的。这些年大顺儿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。娘，别跟轩轩面前说这些。好，写的真好。从今儿以后啊，你们俩那个都吃精粮，陈家不缺这点。那娘，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？
借钱？嗯，绝对不行，这，借钱，锁头口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给你累了，来。再来一碗。房子已经开好了，明天就能签。木匠、石匠、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，家具呢，明天就能定。牙行那边，后天去。别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。快了。对了，你的信。我的信。对，上海来的。啊，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。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？字儿不错。韶华无子，见字如面，无异于沙场宫，稍作安顿。余未知上海之时，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。此行亲见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期盼如意能早赴上海，大展宏图。二妞说啥了呀？大顺儿，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。好啊。然后，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。行。再下一家开到汉口，汉口怎么样？可以，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。好啊，成都好。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。一个一个来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先去上海。得努力啊。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？舍不得爹走呗。旭儿，好了，爹很快就回来了对啊。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，乖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，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。行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。嗯，大顺儿，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。双华，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看啊，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有自己的生意做，可是直到现在。
今天都初10了，你说你爹连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娘，你也别着急了。这出门在外的，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，耽搁2天，那也是常有的。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。哎，我这要不这样，您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。不哭，萱萱不哭，奶奶在这儿呢，不哭。没事的啊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给萱萱带好吃的，不哭了，没事，抱抱啊，抱抱，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哎呀，不哭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哎呀。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山西闹了鼠疫，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。你爹大顺，还有我们家的2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。那这是要困多久？这就不知道了。鼠疫？老爷跟大顺儿。娘，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，等鼠疫散去了，封锁令解除了，他们就能回来了。鼠疫可是要死人的。爹和大顺儿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，怎么防着。他们肯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！大壮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先送太太回去吧。好，我不怕。夫人，走吧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不怕。慢点，夫人，慢点。哎，小石头。哎。你去给我雇辆马车，我想去山西。啊？你要亲自去啊？对，我放心不下。不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，您根本进不去啊。就算您进去了，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？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。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，把药铺照应着。再说了，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。就现在这样，分店还能开业吗？细水游鱼往荆棘，越过龙门龙飞升。杨柳3尺金线垂，桃花万朵芳显能。啊，这个坤为地，为顺；兑为泽，为水。水泽遍野，意味着家业顺遂，财运亨通啊！施主家人必定丰胸化吉啊！你可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开业大喜，进鸟复归。放心吧，新店开业那一天呢，人就回来了。开业那天啊，对，开业那天。哎，慢走啊！好。真的？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。哎呦，那就还选在15，分店开业。哟，左老板，王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行。
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，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前后后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呢？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，没几天2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顺儿，我的大顺儿啊，我老爷。太太，太太，大顺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。我怎么活？大顺儿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爹，大哥，爹啊，孩儿不孝啊！
大哥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！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。我错了。二顺回来了，娘想你啊！娘想二顺啊！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你别害怕啊，老二在这儿呢啊，别怕。娘，大姐，二顺懂事了。大嫂，是从今往后，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会好好的疼她。我的顺懂事了。娘，我再也没有爹了。大哥。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白术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制呕的香囊。大少奶奶，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小石头，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。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。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？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收好这个，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。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萱萱。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。大少奶奶。哎。二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二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。对。娘。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？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
二顺以后就当家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啊，三爷在，我在这儿。幸亏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，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这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顺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行，您是最清楚的。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性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他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呢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有50%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宋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，爹怎么说的？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宋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宋平，嫂子，你别逼我，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，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哎，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妇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三爷，拉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
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。宋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宋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打人很痛的，我不怕痛。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宋平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。偷偷的，宋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宋平，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宋平，宋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吗，娘？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你听娘说啊。二顺，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1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反正就是办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？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。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回头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？哎，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
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，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、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，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，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，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，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。后悔没有用了。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，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药铺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。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。在这儿待着吧。娘，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花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。唉，怎么娘，还是不听劝啊？这女人可真犟啊！就以她那个性格，我跟你说，她是绝不会低头的。要我说你就放了她就行了。不行啊，这可绝对不行啊！我要是把她给放了，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，我还怎么做生意，怎么在北京城混啊？可是你这么圈着她，这时间长了，她不是个办法呀！你
别玩了，干什么？就行了，萱萱不哭啊！哎，好孩子，不哭。行了行了，不哭了。不哭不哭。有办法了。娘，哎呦，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萱萱说她想她娘了，我带她过来看看嫂子。去吧，上娘那儿去。轩，不哭吧，娘才不怕。哎呦喂，这头发怎么还脏了？别碰我！轩不怕。嫂子，那天我可就发现了，你凶起来不好看，笑起来才漂亮。这样说，你跟我这样说吧，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哥来找你？唉，好吧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那天三爷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。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你也得认。认不认？不认。你认不认？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可别逼我啊！也是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我就卖小的。陈二顺，你不是人！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，我杀了你！顾少华，药铺跟你闺女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你可是个生意人，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？你把我萱萱给我放了！你把我萱萱给我放了！好了，萱萱不哭了啊！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。陈二顺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把我萱萱放了，求求你把萱萱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都给你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把我萱萱放了。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谁知道啊？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？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。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。那二少爷呢？嗨，甭理他。怎么能不理他呢？他好歹也是东家呀。是啊，他给你发工钱啊？二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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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齐了。哦，回二少爷，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。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。进来吧。
怎么的？你让我回齐州老家？您带着嫂子萱萱，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，一块儿回去吧。你这万一这三寿帮要找上门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，连三寿帮一根毛也没见着。那事儿都过去2年了，早没人提。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。娘哎，回老家您更习惯。娘，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。娘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，您跟这儿待着，难免会睹物思人，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。回老家呢，一来是换个环境，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，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。娘，咱家突然少了2个人，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。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，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？你们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，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。我算了一下，这1年下来，能省100多个大洋。省多少？100多个大洋？还不止呢。在北京城啊，这1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1年的。你们4口人，您算算，能省多少？这4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。娘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，就算她想守，可这北京城哪哪都是坏人，她未必守得住啊。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大哥交代？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柴放哪儿啊？啊，放里面吧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放里面。放里面。好嘞。放这里面就行。那就还是回去。行，娘说了算。娘，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？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？哦。娘走到哪儿了？快到家了啊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呀，姑爷啊，姑爷，我的姑爷啊！哦，我的姐夫啊！娘，哎呀，婶儿。哎呦，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也太早了，婶儿。娘，大哥，嫂子，来我屋里坐吧。我先去，我一会儿来看你啊。哎，行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别哭了啊。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？娘，她叫萱萱。萱，去叫姥姥，叫姥姥去。
姥姥。轩，这是舅舅，这是舅妈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娘，大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大顺走了，但这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带着轩轩好好过的。韶华，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，少说多做。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，善待你们娘俩。娘，我的事儿我知道。娘，妹妹那么精明能干，没人亏了她，放心吧。韶华，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？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啥意思？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。韶华，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以陈二顺这德行，2年吧，可能都超不过2年，陈家就给被他败光了。所以我得想办法，自己做点生意，给我和轩轩留一条后路。姐啊，我还在想一个事儿，说没就没。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。这难说呀，年轻啊。哎呀，我的姐，我说的不仅仅是看人，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，你也得看紧喽，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。老二家的啊，你上门口看着点儿去呀，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哦，去。还有姐，这平日里呀，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。都没个老爷们儿，你千万不敢对外漏财啊，让人知道了惦记，听见没有？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妹妹，就我向着你，别忘了啊。知道。哎呀，我别哭。哎呀，姐夫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早？要我说，做啥生意啊？韶华，趁年轻，赶紧找一个人嫁了，这日子才有盼头。嫁人才有盼头，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。可是，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，你就给韶华说这些干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他好吗？嫂子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。
开始啊，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，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。喝着，喝着。娘，这也太少了吧？这还少啊？不少。你们俩吃粗粮，我跟轩轩吃精粮。为啥？为啥？你这为咱家里没钱了。喝粥，喝，趁热喝。娘明明有钱的，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。嫂子，你脑子灵，主意多，想想办法呗。啊，什么办法？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。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，我想吃白面馒头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。你刚才说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。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嫂子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什么？给你40个大洋？娘，您看，咱家现在呢，吃喝是不愁，但是咱给长远计算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。你又来了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呐？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！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？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，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，不做生意，那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做生意有二顺呐，不用你。娘，我保证，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。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。不，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？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？娘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张借条，行不行？我保证3个月连本带利40个大洋都还给您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做生意，你亏了本怎么办呢？你写借条，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还真上官府，我告你去。你到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，我跟谁要去？不行，娘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。小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病了，说让你回去看看。啊，这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回去就病了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娘到底得什么病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受点风寒。她呢，总是闹着要见你，没别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干嘛？给轩轩的。哥，我不能要。你嫂子不知道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停车！哎，小华，你干嘛去？我给娘买药，顺便看看。哎，不用了。易掌柜，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。整麻袋都是这成色吗？对，都一样。啊好，2角1斤。易掌柜，求求您，再给添点儿。 2角1斤，我们没法活呀。1文都交不了。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。我也没办法呀，这是随行就市的。易掌柜，我给你跪下。哎呀，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！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，对不对呀？别烦我了，再烦的话就1毛5了啊！不用求他了，齐州这么多药商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。走，没用的，我都问了，都是这个价。其他药商都跟首源药庄结了盟，一起压我们的价。住嘴！
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接了萌压你们的价啊？是我义大金人缘好，别人做生意呀是同行是冤家，我做生意就是同行，亲兄弟，搞钱齐努力，长点学问。我们药农起早贪黑，风里雨里，是指望把紫碗卖了，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。你却趁紫碗丰收联手压价，诚心不让我们活呀！你这么黑的药商，不怕报应吗？你放屁！谁黑心了啊？你刚才也已经说了，今年是紫碗丰收了。紫碗是什么？是药，它不是粮食。如果是粮食丰收了，我收一大堆粮食，我可以满街喊，我说啊，我们家粮食便宜啦，你们多买点粮食，多吃点粮食。这是药，我收这么一大堆药，我上大街上喊，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，大家都多吃点药啊。我又不是黑心一商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想卖的话，让你们家的紫碗都烂在地里，看谁心疼。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。走，易掌柜，我们好商量。你不收我？易掌柜，你们守源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就让点利嘛，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。哎呦喂，您谁呀？易掌柜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外地回来，您啊别往心里去。我不会往心里去，既是妹妹，也不是外人，菩萨心肠。那您出高价，把这些紫碗收过去，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。哦，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。你不做这生意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，你不心疼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。易掌柜，这银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，也是我们池春堂100年的经营要旨，而唯利是图、欺负药农，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。别介，别我们的，我们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，我就拿下来，踩在脚底下，我跺上去，我转个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易掌柜都有得罪，不得罪。你们几个想卖两脚，不想卖走人。少华，走了啊！你说你啊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，这又何必呢？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。